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飞。今天我要讲述的是骇人听闻的天津静海7仙女案。一间宿舍7名女生一夜之间全部神秘暴毙，有的五官扭曲的靠在床头，有的直接蜷缩在地上，7人的排泄物和呕吐物混合在一起，流淌的是遍地都是。整个房间散发着一股奇异的腥臭，宛如人间地狱。这是一起真实案件，发生在上个世纪的中国。静海一中是天津市首批重点中学之一，校名更是由著名作家郭沫若先生题写。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座文风醇厚的学校，竟会发生全国罕见的校园惨案。1998年12月23日的早上，高3的学生们正常早起上课，在前往教室的途中，经过113宿舍的学生闻到一股腥臊浓烈的恶臭，透过虚掩的门缝，隐约看到的景象令他们寒毛炸立。胆子稍大的学生鼓足勇气推开了113宿舍的房门，入眼却是满地污秽，尸体横陈的人间炼狱。昨天还在教室里头念书的同学，如今有的口吐白沫倒挂在上铺，有的爬伏在地上，双手还紧紧扣着地面，还有的指甲深深地嵌入被子和毛绒玩具，发白的双眼死死瞪着门外。当事人回忆，场景对他产生了难以言喻的视觉冲击，直到现在依旧没能去除心理阴影。至于那时的他们，更是彻底失去了思考能力，过了好一阵才纷纷尖叫地跑开，惊恐地呼唤着宿管阿姨报警。警方到了以后，立刻将113宿舍封闭起来，然后认真地查看死亡现场，发现这里门窗紧闭，没有人进出的痕迹，死者身上也没有发现伤痕，空气中除了排泄物的骚臭，还有一丝怪异刺鼻的气味。有经验的老刑警瞬间闻出那是农药的味道。几名学生的死状也符合农药中毒的表现，因此警方立即对案件做出了初步判断，暂时排除入室行凶的可能，将死亡原因定为集体中毒。同时，警方在桌上发现了一把水果刀、几个被咬了几口的苹果以及几个水杯，其中水果刀上没有任何血迹，倒是水杯中还残留了少量液体。警方当收集到的这些证物连同少女们的尸体一同送去检测。期间，警方在学校内展开了寻访，除了希望得到更多关于死者的信息，还有就是他们发现113宿舍内一共有8个床位，而且全部都有居住痕迹。死了7人，那还有1人去了哪里？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警方在操场上找到了113宿舍第8人孙亚宇。然而孙亚宇面对警方的提问，不是保持沉默，就是一问三不知。好在法医那边行动迅速，他们第一时间就对警方送来的证物进行了检测，发现那些女孩的胃里以及桌上的水杯中都检测出一种名为甲拌磷的剧毒农药成分。这种农药无色，带有轻微的臭味，仅需2毫克就能在10分钟内让一名成年人窒息而亡，死亡过程异常痛苦。那113宿舍的学生们为何要喝下这种剧毒呢？难道是结伴自杀？可是警方通过走访了解到，这几名死者生前活泼开朗，成绩中等偏上，基本都有大好的前途和未来，自杀的可能微乎其微，那就是他杀，但又缺少关键性的证据。唯一可能在场的孙亚宇又一句话不说，案件一下子陷入了僵局之中。直到法医那边又得到了新的进展，他们在那些水杯以及水果刀上均发现了孙亚宇的指纹，同时警方也到处走访售卖甲拌磷这种农药的店铺，最后从一个离学校不远的农用品店铺得到了孙亚宇前几日曾购买过甲拌磷的消息。双重证据之下，孙亚宇被定为了案件嫌疑人。至此，孙亚宇终于开口了。孙亚宇说，他确实购买了农药，当晚也确实在宿舍，但凶手不是他，而是他的闺蜜刘珊珊。此话一出，瞬间让所有人为之一惊，因为刘珊珊也是7位死者之一。孙亚宇这种说法显然难以令人信服。接着，孙亚宇解释道，事情的起源其实和闺蜜的失恋有关，刘珊珊是她最好的朋友，两人平常形影不离。关于这点，其他同学都可以证明。前些日子，刘珊珊和相处1年多的男友分手了，她为这份感情付出了很多。本来是顶尖学霸的刘珊珊，成绩急速滑落，现在又被男友分手，于是产生了悲观厌世的想法，还多次表现出自杀倾向。12月22日，她拜托孙亚宇帮忙带一瓶农药，准备自杀。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孙亚宇照做了。在买到农药以后，刘珊珊又说她怕一个人上路太孤单，想带着宿舍的姐妹们一起去。
拜托孙亚宇帮忙哄骗一下，就说这是他从家里带来的预防结核病的偏方，同时不要让他们发出太大声响，引起别人的注意。孙亚宇再次答应。当晚他亲自为其人打来了掺有甲拌磷的药水。女孩们知道刘珊珊的妈妈是一名医生，因此毫不怀疑地喝了下去。有人问孙亚宇为什么不喝，他推脱说中午喝过了。单纯的女孩们相信了。然而很快药效发作，剧痛来袭。孙亚宇哄骗他们说这是药物生下的正常反应，良药苦口。同时孙亚宇给这些女孩们削起了苹果，打起安慰。很快刘珊珊和另外6名女孩痛苦的死亡，孙亚宇则在宿舍睡了过去。隔天他早早起床到操场上散步。接着就是警方到来。对于孙亚宇的一面之词，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觉得可信度不高。不过有人突然在孙亚宇的证词中发现了极为恐怖的一件事，孙亚宇竟然和7名同学的尸体共处了一夜，这得是多强大的心理素质，多坚硬的内心。很多人认为孙亚宇就是凶手，水杯上的指纹以及农药老板的指证就是人证物证，而他的证词只是他编造出的谎言。但孙亚宇一口咬定那些人是刘珊珊所杀。这时警方在刘珊珊的床下找到了刘珊珊的遗书，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我最好的朋友，好好活下去吧，我悲伤，我不想也不忍心让你陪我走，原谅我没有听你的劝，还这么伤你的心，今天的一切是我罪有应得，别恨我，别埋怨我。经证实，这篇遗书的字迹确实与刘珊珊相同，以此为证据。最后刘珊珊被定为主犯，孙亚宇则是从犯。因为刘珊珊已死亡，刘珊珊的父母作为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赔偿。孙亚宇虽然是未成年人，但由于案件影响过于恶劣，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一审孙亚宇并不服气，选择上诉，但二审依然维持原判。最后受害的6名女孩每家收到25万元的赔偿，其中刘珊珊的父母负责主要赔偿，占总金额 45%， 孙亚宇负责人负次要责任，占总金额的 30%。 学校由于监管不力，赔偿了余下的 25%。 案件宣判结果以后，记者去采访孙亚宇的父母时，孙母拿出了一张113宿舍女孩合照，她也不敢相信女儿会做出这种事情，因为每次家里做出好吃的，他们都会给宿舍其他人带去一番。女儿也说和室友的关系非常要好，但如果真的这么好，为何会在室友惨死后毫无负担的和他们共处一夜呢？结合孙亚宇在案件中的表现，有心理学医生分析，孙亚宇可能患有一种名为冷血精神病的疾病，这是一种失去同理心的精神障碍。他们无法与别人产生共情，没有道德观念，没有喜怒哀乐等情感，对外表现出的情绪其实都是在表演或模仿，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社会人格。话说回来，如果孙亚宇真的患有这种疾病的话，那一切都可以说得通了。就是可怜了那6个无辜女孩，她们到死还在相信孙亚宇的话，默默承受巨大痛苦死去。他们那紧紧抓住网友的双手，望向门外的双眼，是他们对世界最后的留恋。但作为是作俑者，孙亚宇却因为表现良好，刑期减到15年，如今已经出狱。不知深夜时分，他是否会为年轻时的罪恶行为忏悔？不过这件事以后，大人们对孩子的心理健康重视了很多。其实案子看多了就知道，很多悲剧都是童年时期的经历造成的，大多是原生家庭的不幸。如果家长能更重视引导儿童和少年的心理健康，而不是以图方便的道歉或是利用家长的权利强行干预，或许许多悲剧都能够提前防患于未然。好了，今天关于静海七仙女案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记得点赞、评论、订阅。我是阿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